唐门三大高手，唐寅、唐烈、唐月，你们来此也是为了杀我？唐门和暗河这样的联手，还真是少见。我想这是出自苏昌河的手笔吧。我从第一次见他，我就知道，他的野心一定会毁了他自己。李寒衣，你这话说的未免狂妄了。狂妄？哼，不过是暗河的2位家主和唐门的3大高手，杀了便是。暮云，都说北离用剑，南绝耍刀，是时候让世人看看自己的愚昧了。好一柄铁马冰河！所以名为血七刀，是因为我7刀之下必有亡魂。我已出了6刀，这一刀下去你还不死，我就要改名字了。哼，不必改名字了，因为你今日就要死了。血月剑仙李寒衣，你似乎有些太狂妄了。我还有最后一刀，名杀神。他怎么突然停下了？这是修习拳术、刀术的独有心法，明脸是他在继续浑身气力，等待拔出最后一刀。苏沐雨，上次你就没拦住我，今天你也一样拦不住。这次不一样，不是我一个人拦的。既然各位要逼我雪月城到如此田地，那么就请君赴死吧！请行。弟子赵玉真不祥，今日定要下山了。刚刚那一剑很精彩，不愧是剑仙一剑。只是可惜了，你难道没有发觉，你的剑仙境界被压制，专为你布下境界压制大阵？苏昌河，并且我们还在整片竹林撒满了无色无味的唐门毒物，一旦吸入，则会慢慢腐蚀内力。你还是跟当年一样，行事卑鄙，总是不择手段。是啊，不然凭我这点本事，怎么能把雪月剑仙永留此地呢？哼！你以为我已经内力枯竭了？可我还有一剑之力。我这一剑之后，我会死，可你也活不了。不自量力！
琴声悠悠的低诉，残霜月，皆化作梦中一幕。恍惚间，红烛伴着你画下轻舞，任飞雪满小仙女，天。我好想你。小年华几度，我一直在想，我们的重逢会是如何。玄剑仙赵玉珍，他是忘了还有这些人了。就是你们打伤了他。是。那就怪不得我了。我这人一般不出手，一出手就是缺胳膊少腿，你们可要小心了。小仙女，你等等我。天魔者，在我面前装神弄鬼！望城山太乙狮子拳第9重。天下素来认为5大剑仙之中，孤剑仙剑术第一，只因他一人居一城的气魄，天下无双。但我却一直认为，你玄剑仙的剑才是天下第一。哼，我的剑是不是天下第一不重要，因为我的剑从不轻易而拔。我有桃花剑36柄，你看如何？虚妄。佛家有云：凡所有相，皆为虚无。哦，那你玄门又是如何说的？凡所有相，除了小仙女之外，都是虚无。这是我说的，我可代表玄门。无量剑阵，起！难道这次真的来晚了？这些都是真的剑吗？一个人怎么会变出这么多武器？这应该是剑气所凝者的剑，但杀伤力减去了，跟之剑一样。大家长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都会死。还请大家长为我们找出一丝破绽。你们有办法，定不会让大家长失望。好，那就让我给这个玄剑仙送上一条死路。仙女，来不及了。暴雨雷华针一共27枚细针，唐门中了3针，我结下了23针，还剩1针。小仙女，李寒一中针了，杀了他们！刚才赵玉珍强行使出神游一剑，必定对他反噬极大。那继续追。大家长，大家长久违了，真是有趣啊！一位玄剑仙下了山，一位老神仙
出了天机。大家长请。国师有命，自然不敢不从。我们走。我真的来晚了吗？将来行侠仗义之后，别人要答谢你们的话，要怎么回答呀？不知道。哎，你们要说，有道是大恩不言谢。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。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我还有事要先行赶路，告辞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去玩吧。好。你啊，净教些没用的。哎，师傅当年就是这么教的。怎么着？忘了？当年你年纪最小，叫的声最大。说这些干什么？这才5日，怎么寒毒蔓延得这么快？我还能活多久？3个月，还是1个月？对我的医术没有信心，有我在，你死不了。行了，你就别吹牛了。要是没有文家这以毒攻毒的法子，你早就没招了。对了，没几天就要摆雷门宴了。我知道，倒是你，不是不爱参加这样的热闹吗？我这身子骨恐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。办这英雄宴，就是要让整个江湖都知道，我雷千虎死了，但是雷门只会比以往更繁盛，因为雷门双子又要重现江湖了。叔父当年说过，我们雷门这一辈一门4杰，本来应该是我雷家叱咤江湖的时代，可是最后，所有的担子都落在你一个人身上。有说有愧，是我们愧疚于你。你也可以让云鹤来当这个门主。你去你的江湖，去找你的李寒衣。待你练到剑仙1日之时，我会亲自拜访。当年李寒衣以剑之名拒绝我，我居然信了。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不再是那个傻小子了，他心里没有我。我觉着是因为你丑。我比你帅。你的徒弟已经离开雪月城了。算他有良心，臭小子知道回来看看我这个当师傅的。他刚离开雪月城，后脚就有人跟着离开了。谁啊？雪月剑仙李寒衣，还有赵玉珍也下山了。啊，你那能压剑仙一头的绝世剑术练得怎么样了？莫非这一次，我依然还是晚了？我要找全城最好的大夫。你来晚了，这城里的大夫都被叫走了。为何？今天知府那边来了个贵客病人，大夫们都被叫去知府家里去了。这知府在何处？客官别急，今天店里来了个客人，手里拿了本医书，好像是个会医术的。你们在说我吗？哎，就是他。虽然你我未曾见过面，但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就是玄剑仙吧？如剑仙。正是。你怎么下山了呢？还带了一个李寒衣。暴雨梨花针，先生可有法子救他？
拦住了26根针，但是还是有一根。最后那根梨花针封住了他的气门，使得他的真气正在不断的外泄，不超过半个时辰，就连神仙也救不了了。所以我们立刻将那梨花针给逼出来。一会儿，我用5道银针封住他5处大穴，他的真气会逼得那梨花针游走到百会穴。我需要你用真气把它引出来。来吧。1针鸠尾，2针神阙，3针七海，4针关元，5针终极。便是此刻。不愧是玄剑仙，引。你受伤了？区区小伤，不足挂齿。小仙女，小仙女，没事的，放心吧。那根梨花针呢？伤了他的针，我自然把它捏碎了。国师，啊，一柄万卷书，行遍万里路。谢道友，多年未见了。国师，国师是来找赵玉珍的吧？可是1夜过去了，都未曾见你跟他说过一句话，只是一直看着他。不知道国师你在想什么呢？在想枯木如何逢春，春去如何秋来。国师讲话果然深奥。我与玉珍的师傅吕素贞有过一个约定，帮他一个忙，但我还是来晚了。可他却来得恰恰好。算算时辰，雪月剑仙现在也该过来。我一直在想，我们的重逢会是如何。我从望城山下来，经过一片桃树林，我想，我们的重逢应该要有桃花。练习了这些桃花瓣，你可还满意？到这个时候，不满意也没有办法，我已经下山了，就回不去了。小心，我们走吧。已经不小了。是啊，不小了，是大仙女了，比以前更好看。
以后别叫我小仙女了，还是叫我李寒衣吧。凉风晒一粒，游子寒无衣。这不是什么好名字，我们改个名字吧。改什么名字？桃花，李桃花怎么样？这么艳俗。用在别人身上是艳俗，用在你身上就是风华绝代。枯木逢春犹在发，人无两度再少年。在桃花纷飞初见你之时，我们都还是少年。在你醒来之前，我让谢轩先生帮我找了一处院子。什么样的院子？一处小院，一棵桃花树，就像你我初见那样。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院子？因为如今重逢，我终于可以问出那句我少年时就想问的话。小仙女，做我娘子多好。我曾听人讲过，朝花夕拾是人间最煞风景的事情，因为花已经不是朝时的那朵花，人也不是朝时的那个人。这说法实在是可笑。人会变，是因为那人的心不够真；花会变，只是因为那朵花不够美。幸运的是，我依然是我，花也依然是最美的那朵花。朝花夕拾，真是开心。真好看。因为遇见你，所以才好看。我真应该早几年下山。我这一生，从未像此刻这么开心过。可我们这一生，才刚刚开始。赵玉珍，你怎么了？小仙女，我就要死了。赵玉珍，桃花帘外开已久，恋中人比桃花羞。小仙女，我就说你是个姑。有吧？可是我还是说错了，你应该是仙女吧？很高兴。你来迟了。傻小子，还等着吃桃子呢。好美啊！这一生能遇见你。小仙女，你怎么又戴着面具了？戴着面具好丑的，你还是摘了面具更好看些。真好看，连声音也这么好听。我第3次来望城山的时候，你可愿意随我下山？自然愿意。谢谢赵玉珍，赵玉珍。
生所念满山月，天不浓情难绝。蓦然回首，我这一生从未像此刻这么开心过。可我们这一生才刚刚开始，只要能日日的陪伴着你，我都愿意。老太爷，回头吧。唐莲，你很好，现在敢于我动手了，只不过这个程度还不够。老太爷，我求你，回头吧。回头？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带他们走。只因你们叫我一声大师兄，所以在我倒下之前，你们一个都不能死。大师兄，快退！大师兄！大师兄！大师兄！现在可否算倒下了？还不够。哼！既然不够，那就对我出招吧。我不会再用唐门暗器。你这是要彻底摆脱唐门，加入雪月城吗？我刚才对老太爷使用了一招唐门暗器，心中有愧。我没有资格再用唐门暗器。既知有愧，为何不退？守我心中之道。小瑟，你快走，我们都可以死，但你不能。走，一个都走不了。大师兄！无极棍。若依，我们都是一样的。这世上只有一个司空千里，一个叶若依，一个唐烈，一个雷无极。所以今天谁都不能死。小瑟，你还真是个高手。是啊，我之前跟你说不会武功，骗你的。但是你们高手为什么每次不早点出来呢？一定要看我们都倒下来，才出来逞英雄。对不住了，小韩火。流转之术不但可以帮助你慢慢的恢复功力，它还可以帮助你短暂恢复到最强的力量。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了，前功尽弃，性命危险。我应该早点站出来做个英雄。如果我能活下来的话，我们再好好聊聊。
小厮，竟跟我逍遥天境！太爷，来助你一臂之力。这便是所谓的美丽第一天才，年纪轻轻，内力居然能和我不相上下。为何我们的内力无法直接打向他，而是在三人体内流转？唐师兄，你可有什么办法？现在无论谁向前，都只有一个结局。什么？死。老太爷，你这小子，居然杀了老太爷！我来给老太爷报仇！小厮，小厮，小厮！在下还有心中300，阁下可愿再试？来了，来了。那接下来的事，拜托你了。小厮，看来下次还是得来得再早点。你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，就是为了救他？很感动是不是？没关系，也有个人千里迢迢的为你而来，为了杀你。我们走。苏长河，姐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我还撑得住，在这儿等我。怎么又追来了？看来还是免不了一战啊！哦，战天兄的轻功还是这么快啊！看来你是想护住他们。看起来是这样的，但是我觉得你并不打算杀他们。都怪我那傻徒儿，想让我给他们带个话。看起来我应该是来晚了。罢了，这一切都是定数。这帮孩子要是得不到医治的话，恐怕就要死在这里了。哎呀，但这李寒衣他……就交给雷轰吧，还有劳如剑仙带他们下去疗伤。好。寒衣，不要追了，寒衣！你们败了。前辈，请莫着急。你又是谁？晚辈唐门唐泽，这次随老太爷前来赴宴，我有个交易，想与前辈讨论。交易？你有什么资格与我做交易？不知这满厅宾客的性命，可否算作资格？你什么意思？晚辈不才，可解这暗河的毒药。如果我偏就不呢？你信不信？你连自己的死都没有察觉到，你身上的药就已经在我手上了。可如果我有的不是解药，而是见血封喉的毒药呢？或者说，其中有一些是解药，有一些是毒药呢？若你们一瓶一瓶、一粒一粒的去查，恐怕人也早该死去一半了。
此次的事情跟唐门并没有关系。暗河潜入英雄宴，下毒谋害天下英雄，而唐门及雷家堡几位高手并未中毒，最终击退了暗河杀手。唐老太爷战死于此。厚颜无耻！确实厚颜无耻。好，前辈明智。但是这笔账，雷门一定会找唐门算，世世代代死亦不休。唐泽记下了。大剑今日竟有空闲到老道这里做客，真是难得呀。国师啊，有10几年未出天启城一步了吧？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，让国师亲自去啊？一个故人的约定罢了。对了，国师啊，我听闻5日前陛下回都之后，曾来过青天剑一趟。而在这之前，金衣兰月侯就出城而去了。哦，大剑原来是为了这个，未免铺垫的过多了。好，那锦轩我也就不再拐弯抹角了。陛下突然宣布要立储君，按照北离律例，这皇位传承会分成2个卷轴，一个给5大剑明达圣意，另外一份要给青天剑名传天道。只有2份卷轴上的名字一致，这储君之位啊才会承认。可锦轩并未收到那份卷轴，这心里不安呐，所以才冒昧求问国师。不知国师可曾收到那份卷轴啊？不曾。那可曾问过国师？问过。那国师可否给出自己的答案？我说过，天道只是一个可能性。老道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真正做决定的还是圣上。百可定国，士可开疆。龙祸在野，天下难安。国师只说了这16个字，这真是国师说的？千真万确。今日散朝之后，共有13位大臣前去拜会青天剑，可是都被国师拒之门外了。哎，只有锦轩大剑前去的时候，国师见了他。龙贤，你说一下，这16个字，你如何理解？前8个字很好理解，白王萧崇是守国之君，大概是因为他性格沉稳，做事冷静。赤王您是开疆之君，说明勇武可嘉，以后对阵男爵需要您这样可做帅才的皇帝。可这后8个字又是变数，有了这后8个字，好像前面8个字都白说了。不仅前面8个字，其实这16个字都是白说。这16个字不像是一句建议，从国师口中说出，更像是一句箴言。定什么国，开什么疆。真龙只有1条，天子只有1位。得胜者立于高台，其余的匍匐于台下，血流成河。一代又一代，一朝又一朝，星辰日夜变换，朝代交替更迭。唯独这件事，亘古未变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有人吗？别叫了，再叫伤口就裂开了。师叔，
就你这点本事，还想用业火镜？没死都算走运了。师叔，雷家堡这次……放心吧，雷家堡内的弟子都没有什么大碍，毒也都解了。看似这么惨烈的一场英雄宴，也就只死了2个人。虎爷和唐门老太爷。 足以让整个江湖都震动的2个人，此事之后，江湖的格局就要变了。都怪我就应该早点来。别太伤心了，他这么多年一直受寒毒所扰，如今也算是一种解脱吧。对了，我姐找到了吗？没有。 没有他的消息传来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去了能有什么用？可是他现在很危险。就交给你师傅吧。你要是好些了，可以去看看你那位朋友，他的情况有些不妙。萧瑟。 那个，打断一下，你们一个侯爷和一个大将军，你们俩在这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看来这位小兄弟还不知道里面躺的那位是谁吧？我知道啊，我朋友萧瑟嘛。萧瑟，他是永安王萧楚河。永安王萧楚河。 就是那个在殿前替琅琊王争辩的永安王，就是那个17岁就逍遥天境的绝世之才。师姐，他们说萧瑟就是永安王。原来阿爹说的守护，居然是这个意思。萧瑟就是萧楚河，萧瑟就是永安王，永安王就是萧瑟。哇！师姐，师姐。 啊！萧瑟就是永安王，你难道不激动兴奋吗？小兄弟，你为何如此兴奋啊？那可是传说中的人物，我当然激动兴奋了。师姐，你赶紧去告诉大师兄这个激动的消息，快去！大师兄。 大师兄，你怎么醒了也不过来？毕竟是唐门导致这一切的，我身为唐门弟子，实在是心中有愧。先不说这些了，大师兄，原来萧瑟就是六皇子萧楚河。没想到，真的是这样。你早就知道了。 这只不过是个猜测罢了。现在来了什么将军、侯爷，看这架势是要把他给带走。侯爷，我们走。哎，无心，萧瑟就是永安王，你知道了吗？啊！你看我皱什么眉啊？觉得我长得比你好看，不开心了？果然是个俊美的少年郎，和我的一位故人颇有几分相似。 我爹叶鼎之，你可认得？叶鼎之，久闻大名，但未曾见过。无心，萧瑟怎么样了？你们可真是捡到宝了！里面那个小姑娘，她真是个神医啊，没用几针，就将萧瑟的命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不过那个小神医的脾气可不太好，你们跟他说话可得小心一点。那就好，我进去看一眼。 我也要去看看我的侄儿。过此见者，杀！刚才忘了问这位小兄弟的身份了。你是何人？
为何不让我们过去？青龙，天启4守护，列东方位。青龙，你是李新月什么人？家父雷梦莎，家母李新月，家姐李寒衣。原来如此。刘姐，他们也只是想看看萧瑟的伤势，如果有什么，等萧瑟。作揖姑娘，恕我不能让开。贤侄，你是头的儿子，我自然会护你周全，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但是里面这个人身份特殊，我是一定要带他走的。叶小英，你想违抗圣上的旨意吗？圣上的旨意？那这么说，侯爷身上有陛下的圣旨了？那还请给孝英一阅。叶孝英，你好大的胆！是人话我人土。你说我胆子大不大？大师兄，这位小兄弟又是何人？玄武，天启4守护，列北方位。你是唐连月的弟子？唐门唐连月，雪月城百里东军座下弟子唐连。见过蓝月后。这位小姑娘，你是什么守护呢？一定是要什么守护才行。事关萧瑟，我就是站在这儿。你是枪仙的女儿？朱雀，天启4守护，列南方位。那便再算我一个吧。那日，你们也是这般站在我面前，今日，便换我来守护你们。好啊，少年英气，我也是多年未见过。里面那位，我今天一定要带走，因为我受人之托。住手！我的病人还没痊愈，你们就要来抢人？好啊，你们抢啊，抢啊！抢走了拉倒。你信不信，走3天就能给你死在路上？那好办，我连你一起抢走。你把我带走了也没用，我治不好。什么？小神医，说仔细点。方才我看你已将伤势压下去了，可又出了什么别的变故？萧瑟的伤势确实稳住了，但我也只能做到这里了。那怎么才能彻底治好他？海外仙山，蓬莱之岛，一世仙人，捕魂之术。谢先生说的这些，恐怕都是书上所说的无稽之谈了。就算蓬莱仙岛真的存在，谁又去过呢？楚河只有现在跟我回天启，才能保住一命。连师傅都治不好的病，这天下又有谁能够治好呢？国师，齐天辰。齐天辰或许能够做到，但是以萧瑟目前的状况，踏入天启，似乎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哼，那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让他死在这里啊？有我保护楚河，在天启，谁敢加害于他？当年谁能害他，这一次也能。海外仙山并不是无稽之谈，有人去过那里。谁？百里东军。师傅他去过海外仙山？他去过。就在他第2次去的时候，功力尽失。但是他回来之后，大战叶鼎之，逼退了整个魔教。就算你说的都是对的，现在以他的身体状况，你告诉我，他还能撑多久？我要去。萧瑟，你逞什么强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说不定还没出海就已经死了。皇叔，我要治好隐脉。治好隐脉，丢了性命又有何用？国师是治不好你的隐脉，
但它能保你下半生无忧，还是能做到的。然后呢？像个废人一样度过一生吗？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就要去试试。没人拦得住我。好，你既然这么说，皇叔陪你去。不就是去趟海外小岛吗？从东极出发，用不了半个月就能到达三蛇岛。皇叔，怎么？叶将军，六皇子有何吩咐？还请二位速回天启。我这回出来，是奉你父皇之命，必须把你带回去，不然我没法交差。皇叔，请看我的手。你这是何意？我这双手曾于沙场之上斩杀敌将，也曾于庙堂之上怒斥龙吟。可现在这双手连握紧一根棍子的力气都没有。皇叔，你认识的萧楚河会这样度过一生吗？这皇叔也想帮你，但皇叔1年之后，此时此刻，不管我伤是否痊愈，不管我是否活着，到时候我会在雪月城等着各位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一定跟你们回去。好，如果是换做别人，我绝对不会妥协。但是你萧楚河说的话都能做到，1年之约，雪月城相见。萧瑟定遵守诺言。萧瑟，好名字，但我更期待你以萧楚河的身份出现。楚河，那一日，我会率领你父皇的1000虎奔狼，高举着我们萧家那金色的神鸟大风旗，在雪月城下高呼你的名字。记住，你是我们萧氏的6皇子，北离的永安王，你的家永远在天启。六皇子，那就等你回来。叶将军慢走。若依，既然3城主看你的病那么久，也没有好的方法，那咱们还是找国师想想办法。走。若依，听话。我觉得你有戏。真的？真的。他走的时候就看了2个人，一个是萧瑟，那是旧相识；还有个是你，那是新欢。你一个修行之人，你懂什么呀？对了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啊？我们好久没在一块了。我身份特殊，陪着你们的话，总让人觉得我是心怀不轨。啊？只怕还没有出海，就被千军万马给拦住了。虽然我是正义又善良，正义又善良，我没看出来。对啊，你当然看不出来，所以你也看不出来人家对你有意思。好了，我走了。说好了，一起去看那昆仑之巅、沧海绝境、天涯尽头的，你可一定要平安回来。你这次回来，是为了了却旧事吧？不，主要是来看你的。满嘴胡话。彼此彼此。走了。
期待我们再相逢的那一天。他怎么每次都是这样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雷无杰，去仙山的路上保护好他。怎么只有雷无杰啊？还有我呢。这天启四守护，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什么天启四守护啊？那都是别人强加给你们的身份，不用管我。哎，那个什么青龙守护，你以为我是为了那个？我只不过是为了说出来有气势，吓唬吓唬人罢了。我帮你，是因为我们是朋友。哟，什么朋友？那自然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朋友了。萧策，这一点你就无需再坚持了。你想回到从前的那个你，那你就接受朋友们的帮助吧。萧大皇子，你的事情交代清楚了吗？哦。那你就跟我回去治疗吧。一个快要死的人了，话还这么多。赵玉珍身死，李寒衣走火入魔，随后雷家堡发生大战，雷门雷千虎被暗河所杀，唐门的唐老太爷被萧楚河所杀，雷云鹤回归，雷门双子重现。哎呀，记不住了。不好意思，好久不念了，生疏了。算了，反正我也不是走师傅他老人家的老路。雷轰前辈，帮我拖住他，给我创造一个机会。好。9033，一拳震我心，2拳破业障，3拳破恶孽，4拳熄灭，5拳伏幽，6拳降魔，7拳得大光明。寒衣，还好当年跟师兄偷学了这一套伏魔拳法，什么走火入魔，打完收工。你是谁？寒水寺，吴兴。你是叶鼎之的儿子。正是。你跟你的父亲一点儿也不像。很不像吗？你的父亲，无论是长相还是气质，都很豪迈。很多人说他不像江湖中人，身上有帝王之气。而你则不同，你的身上没有锋芒。听你的语气，你和我阿爹很早就认识了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还只是江南的一位游侠，传过我几世剑招。再次见到他，就已经是魔教的教主。所以你便杀了他。你既然来问我，就说明你确信不是我。而且我杀他，那叫正邪两争，天经地义。我阿爹最后跟他接触的人是谁？一个女子。她和孤剑仙抢先我们一步到。他和叶鼎之贴面说了一句话，叶鼎之就拔剑自刎了。果然，我把过你的脉，你的功力所剩不到2成。若是被想杀你的人知道就不好了。所以，你还是先回雪夜城疗伤吧。你去哪里？去我该去的地方。对不起，没经过你的允许就碰了你的剑。
他们有些脏了，我帮你擦了擦。谢谢。好久不见。你没有回过头，不还是等于没见？那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我并没有变得更好一些。我也不是肤浅的人。可我是。自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，我就喜欢上了你。这么说来，我也是这样。对不起，当年望城山让你练成绝世之剑以后再相见，可我没有想到这一剑之约，竟浪费了你这么多年的好时光。好时光，在这些好时光里，你本应该遇到很多人，有的人你会喜欢，有的人你会讨厌，还有的人会跟你相伴一生。我这一生遇见你一个，知足了。可我已经嫁给他了。如果当年先遇到你的人是我，结局会不一样吗？不会的，我一定会先遇到他。有些事情就是注定好的。对不起，虽然我走火入魔了，可我还记得我说的那些话。那些话不是真心话，那些事也不该怪你。反而，我应该很感激你。可我还是那句话，有些事情都是注定好的。再见。韩姨还没有消息，真想亲自去找她呀。最近这一连串的事情，无论哪件事情都表明有人想要瓦解雪月城。唐门现在立场不明确，雷家堡又遭受重创，想要重回巅峰需要时日，而温家又超脱世外，不与江湖纷争。雪月城三大盟友全都靠不住，两位城主又不知所踪。你若离城而去，雪月城很快会分崩离析。在这棋局之上，我们都是棋子。是啊，可惜下棋的人已经死了，他把雪月城和萧楚河紧紧地绑在了一起。雷家堡的事情会和无双城有关系吗？以宋燕回的性格，应该不会。只是江湖不大，雪月城失势，定是无双城崛起的最佳时机。这么看，还是有关系的。不过无论什么关系，雪月城和无双城终有一战，这个我会全力以赴去准备的。在这个之前，雪月城靠你坐镇。我明白。哎，马上就要出海了，我这还有点激动呢。你小点声，再让别人听见咱们是没出过海的土包子。那像你这么说，你去过？没去过。你也没去过。人这一生若是没见过大海，还真算不得完美。穆公子。穆公子居然也出来闲逛，看来这捕蛇的好手是找到了。差不多了。三位兄弟也尽快做好准备，我们马上就要出海。啊，
行，我现在就回客栈收拾行李。等一下，我和你们一同前去，顺便逛逛这鱼市。行，走走走。要不咱们晚上吃一顿再走吧？没钱。没问题，我有钱。哎，穆兄弟客气了。哎，那我们去问问珍珠姑娘，这段时间她也帮了不少忙，得照顾一单大生意才行。好说。那是谁啊？看起来不像暗河的人。紫衣蟒袍是大内宦官的服饰，他是宫里的人。穆公子猜得不错啊，此人正是当世5大剑之一，掌剑剑，解威公公。5大剑之一，他是你的朋友啊，跟你们一起出海，那我这艘船可真是蓬荜生辉了呀。可惜啊，他是来抓我。抓你？小佐。穆公子，不瞒你说，我师父乃是天启城掌香剑锦仙公公，只可惜我对练武毫无兴趣，更不想净身入宫。一番争执之后，我逃出天启。这2位朋友也是我在江湖上偶遇的，若是没有他们，我连这儿都到不了。只可惜啊，在这儿又要被截住。素闻天启5大剑权势通天，想不到竟霸道至此，强迫人学武也就算了，竟然还要逼人净身，是简直令人发指。小兄，既然你上了我的船，就是我的人，我庇护你周全。那就多谢穆公子了。公子，随我回天启吧。跟你回去，那公子不就要变成公公了？你是谁？在下穆春风，青州穆家3子。原来是穆家公子。在下无意叨扰你们穆家做生意，只不过你这队伍中有一位客人从家里逃了出去，我得把他带回去才是。还望穆3公子。那若是我们不让你把他带走呢？这件事，我知道，明剑渊眼，因为剑下防洪过多，戾气过重，而未被列入剑谱的明剑，曾是太祖皇帝的佩剑之一。休想！穆公子。停手！洞千山。洞千山，10大名剑之一，洞千山。身穿金缕衣，手握洞千山，穆家还真是阔气。哼，我看简威公公并无杀意，再打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。不如这样，你我单独找个地方聊。多年不见，公公还是这么不苟言笑啊。我本是来东极海师府处理公务，只不过前几日突然接到传书，上面告诉我，你会从这里出海。若论天启城中，谁最不通情面，大家想到的都会是你。可是公公，你好好想一想，我身边有一个新剑传人，得了雷轰李寒衣真传，离那逍遥天境只有1线之隔。还有个雪月城大师兄，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，再加上那边有穆家相助，公公若想带走我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殿下不会以为我出来办差，只是孤身一人吧？那阵仗未免太大了吧？我相信上面给你的旨意一定写着暗中行事。那你想怎么办？不如这样吧，公公，我们各退一步。3日之后，我们在海边决战。我只派我那雷家兄弟和雪月城大师兄。公公，你也只能自己过来。若你能胜过那2人，我就跟你走。3日，
公公，你可以不相信老七，因为他做事不按章法。你当然也不能相信我二哥，因为他这个人城府太深，算得太细。但是你可以相信我，我是何人？殿下一诺千金，天启城无人不知。好，锦微便和殿下立着3日之约。那我们就不见不散。对了，萧瑟，你跟锦微公公立了个什么约？3日之后在海边决战。决战？他这都信啊？锦微眼中的我是那个一诺千金的永安王，不可能用这么卑劣的小手段。唉，这可怜的锦微公公。好啊，你个萧瑟，当时也是这么骗我的，是不是？唉，你们现在可都不能回航了，否则萧瑟就要被那个太监给抓走了。千罗，不是让你回雪月城通知3师尊了吗？你怎么又偷偷跟过来了？信鸽就能完成的事儿，干嘛非要我亲自跑一趟？而且你们还说好了在这儿等着我的，还好我没有像那个锦微一样上了你的当。萧瑟，你个大骗子！刘杰，哎，把你师姐抓住，让穆家再送一条船来把她给我送回去。好。做梦！还是算了吧。怂包。1、2、3，这个剑往上抬，剑指摆好，弓步下去。你的马步你看看，动作他们都不在，这骆明轩倒成了实际的真正大师兄了。自己都没练明白呢，别把人教坏。继续。有客人来了。白小棠。1、司空城主，尹长老。2，幸会。白小棠弟子来我雪月城有何贵干呢？江湖风波定，金榜论武名。金榜？这白小棠很多年没有颁过金榜了。看来白小棠认为，雷家堡一战是江湖一个新的开始。枪仙，请关榜。哎，我看看。你来念。哎，谢谢三城主。金榜第1榜，百兵榜。枪仙司空长风，持枪乌月枪；剑仙孤剑仙洛清扬，持剑九歌；如剑仙谢轩，持剑万卷书；怒剑仙严战天，持剑破军；雪月剑仙李寒一，持剑铁马冰河桃花。玄剑仙已经陨落了，5大剑仙变为4大剑仙，实在令人惋惜。是啊。刀仙霸刀谭台破，持刀麒麟月；鬼刀摘月君，持刀阴阳；温柔刀苏雨落，持刀池落。酒仙百里东君，兵器拳头以及所有。师傅找到我的名字了，你看，金榜第2榜梁玉榜第8名，雪月城弟子骆明轩。师傅，我进金榜了。才是个垫底的，有什么好高兴？等到明年啊，我一定再上去，看看第7名啊。哇，第7名是师姐，雪月城弟子司空千洛。第6名望城山弟子李凡松，第5名雪月城雷家堡剑心种弟子雷无钱，名号好长啊。第4名房门弟子唐泽，第3名雪月城弟子唐莲。哎，没有第2名。哦，有2个第1名。梁玉榜手甲无双城弟子无双，手甲天外天弟子叶安世。雪月城弟子占4席，可手甲2位
却都轮不上。如今江湖上人杰辈出，拿不到手甲，也没什么。还有一宝，由我口传。什么？冠绝榜。冠绝榜？此榜不是早就已经封了吗？师傅什么意思？冠绝，顾名思义，冠绝天下。一旦上榜，就有第1名和第2名。得第2名的永远想得第1名，而得第1名的就要面对天下的挑战。据我所知，姬若风在10多年前已经封了此榜，现在再度打开，难道这么多年，这天下第一的争论就要自此终结吗？我只是传榜之人，如果雪月城不想接，那我便离开。不，你说。冠绝榜4甲：严战天、谭台破、谢轩、黎天。冠绝榜第3甲：司空长风、斋月君、唐连月。冠绝榜第2甲：洛清扬。看来大冲主果然是手甲了。以及百里东军。冠绝榜念到现在都没有听到我的名字，莫不是我成了那手甲？堂主说了，雷前辈跌境已久，如今重入逍遥天境。那日上望城山，更是与赵玉珍打了个平手。虽然赵玉珍留了手，但前辈重回巅峰已是必然。不必紧张，这都在意料之中。我意外的只是，这天下间还有谁能在百里东军和洛清扬之上？天下第一不是洛清扬就是百里东军，你来个并列第2。冠绝榜首甲，有手甲，有，还有在大正之上。冠绝榜首甲，莫一。莫一，不认识，冒出来的。告诉我，谁是莫一？我当了20年雷家堡总管，对这江湖早已烂熟于心。莫一此人，未曾听闻。莫一，久违的名字了呀。过了这么久，终于快到了。前面就是三蛇岛了。穆公子，请放心，你要的东西，我们一定会替你抓到的。不必了，他的身子快撑不住了。你们还是要抓紧时间。至于三蛇岛的事，就交由我们穆家自己来解决吧。好，那便多谢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这里有些毒药，你们捕蛇的时候或许有用。拿着吧。多谢。穆公子，这来都来了，不跟我们去岛上看看仙人啊？不了，比起拜神仙，还是我兄长的春天更重要。萧兄，这三蛇岛以后的世界，就没有人再见过了。你们能找得到？况且茫茫大海，你们又拿什么来辨认方位呢？穆公子有什么建议呢？此次出行之前，为了防止发生意外，我们特意请了一位观星师。我以前也学过观星之术，倒也能自己分辨方位。你的那点观星术能派得上什么用处？哎，叶姐姐，叶姑娘，你不是随大将军一起回天启了吗？我不是真心想回去的，便找了个机会出来。那你真心来这儿是，自然是为了助他。父亲怎么想我不知道，我只想助他回到天启。因为我小的时候帮过你。不，因为我们是朋友。对，因为我们是朋友，朋友就应该远赴万里的互相帮助。
你倒是开心了。许久没见了。啊，许久不见了。那个，你又漂亮了。哈哈，叶姑娘年纪轻轻，能力却超过那些经营观心术几十年的大师们。我还纳闷儿，你为何愿意来我这儿应招？原来也是为了枭雄啊！正好，我们去三蛇岛是有地图的。叶姑娘，你就随枭兄一同登岛吧。多谢。枭兄，你想我几日后来接你？我还能活几日？5日。那就7日。7日后来接我。好，7日后我会准时来接诸位。诸位一定要平安地活下来。多谢穆公子。多谢。我会。这就是大出主在地图上说的暗流吗？对，前面就是暗流。雷无忌，小心！抓紧船桨！大人抓稳了！抓紧我！果然是海外现山。啊！累死了！我可没空欣赏这些什么美景，我现在只想好好找个地方睡上一觉。这样的美景，没有了仙人才可惜了。海外有仙人，可乘云而起，御风而行，其天下共存，与日月同来。说的大概就是这样。贵客临至，荣幸之至。仙人，冒昧拜访，还望仙人见谅。这些年，已经很少有人能来到这里了。既然来了，便是缘，何来的冒昧？
仙人看起来挺好接触的，咱们走。我总觉得这仙人身上有种很熟悉的气息。你见过他？好像见过，又好像没见过。还不知道你们从哪儿来？哦，我们是从北离过来的。北离，许久不曾听到这个名字了。啊，仙人知道北离啊？我不仅知道，北离是我的出生地。我曾经在那儿待过一段很长的时光。看来你们赶了很长的一段路，大家都很疲惫了。既然来了，就别强撑着了。多谢仙人。哇，哎，仙人，您能不能不用手指我，请您摸一下我的头顶？为何？啊，书上说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寿长生，我想得长生。从前有一个人希望我摸他的头，然后呢？后来我把他修到的山崖地上击碎了。啊，那个，要不然还是指一下吧。哦，点一下我的眉心就好。所以说是二位有事寻我。为何猜测是我们二位？他们三人虽然身心疲惫，但气息醇厚，睡一晚上即可恢复。可二位有所不同，一个气息紊乱，就快要死了；一个天生有缺，应该早就死了。果然是神仙，连脉搏都不需要拔，看一眼便知道他们的病机。先生说的没错。你身上有一股很熟悉的气息。仙人，我们见过。你不用叫我仙人，我叫莫一。莫一先生，你究竟是仙人还是？哎，我已经60有4了。啊？你看起来跟大师兄差不多大，果真是神仙啊！我师父曾经告诉我，仙人境界有所不同。如今的我，只能算得上地仙。地仙，所谓地仙，就是能改地上之事，改不了天上之命。先生，那我们的事算地上之事吗？自然，他们俩我都能医，也都可以医。那太好了。不过，我有个条件。神仙也会谈条件啊？自然。我助你们成地上之事，你们得帮我改天上之命。前辈要改什么天命？我要一个离开的人，重新回到这个世界。我们如何帮得到前辈？你最多只有3日，明日我向你们要一样东西，你们若给了，我便医好你。什么东西？到时候自然就会知道了。莫一先生，请问你可曾见过我师父百里东君？他1年前离城而去，说是要到海外仙境，求得一味酒饮。不知先生可曾见过他？我很多年前见过他，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。他酿的酒很好喝。自从那一次别离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。或许他骗了你们。3日之后，我给你全新的体魄，你们给我想要的东西。这算哪门子神仙啊？还要跟我们做交易？你去寺庙求平安，也要烧上3炷高香。
更何况我们是有求于仙人，付出点代价也是正常的。不过我实在好奇，我们身上有什么是仙人所需要的？我倒是有个想法，比起仙人来说，它更像我们江湖当中传言的另外一种境界——神游玄境。对，可静坐闭目，神思却畅游在千里之外，乃是逍遥天境之上的一品至高境界。就连我师父都未曾到过这个境界。而莫一先生的御风而行、瞬息而移的身法，更是与这神游玄境很是相像。不管是神仙也好，神游玄境也好，我总觉得这个莫一怪怪的。我跟随国师起剑咒，修行过很长一段时间，他身上的气息与国师很像，似出自同一道门，甚至他身上的道家仙气更胜于国师。可是提到愿望的时候，他的眼神突然变了。变什么了？游仙堕魔，不寒而栗。这位莫一先生，跟我们想象的有些不同。那怎么办啊？萧瑟的性命只剩下3日了。先经过起变吧，看看这3日之内我们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也许是我们想多了呢。你们待在这儿，我去找我师父。哎，大师兄，你放心吧，我了解我师父的，他只要答应了，他一定会做到的。我相信他一定在这个仙山里。我也认为百里东君来过这里。师傅，我们能帮他吗？你是神仙吗？我不是神仙，我只是个普通人。那老先生要买我吗？我可以帮你葬了你妹妹，但不会埋你。你只需做我的徒弟，跟随我修道。修道？修道是修成神仙吗？若我修成神仙，能救回我妹妹吗？我做不到，也没见过能做到的人。但你以后会比我厉害太多。我不及你，没资格说可不可以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徒儿叫莫一。莫一。若依，昨天你说莫一和齐天辰身上的气息很像，难道他也出自青天剑？国师在进入青天剑前，曾拜黄龙山修仙士清风道人为师。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，清风道人晚年的时候收过一名小弟子，那名弟子天赋惊人，短短3年，他的修为和造诣已在门内排得上前2，仅在国师之下。可那时国师已经修道16年，他却只用了3年。3年？他若继续留在北离，日后定可成为天下第一。可是他却坚持要出海寻访仙缘，他想远离凡尘，成为真正的仙人。清风道人拗不过他，便随他一起出海，可是便再也没有回来。所以你怀疑这个人就是莫一？若真的是他，那他说的改天命之事，便是救活他曾经的妹妹。人都已经死了那么久，就连尸骨都不知飘散何处，怎么救活？生老病死是天道，强行扭转生死便是鬼道。但是你的病得治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。
接下来的事你要听好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有人吗？给我一个馒头吃可以吗？我长大一定会报答你的。里面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可以给点稀粥吗？我妹妹快饿死了，我给你做工不要工钱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家里有人吗？要不是我阿爹当年救了你们，你们早死了。你们竟然见死不救！哥哥，你回来了。绿儿，哥哥没用，还是没有找到吃的。哥哥，你看这是什么？饼，哪来的？刚才路过了一位好心的大师，他给了我2张饼，我已经吃了1张，这张是特意留给哥哥的。你吃过了？嗯。小绿儿，哥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。莫伊先生，虽是蝼蚁，却也碍眼。先生为何要这样？仙人忘情，原来这才是你的真面目。你很聪明，也很优秀，可惜了。这一回，你得死！你在这里吗？他醒了？不可能！你在这里吗？看来他根本就没有醒，只是你的气息他太不熟悉了，本能的护了一下。也罢，喝了孟婆汤，便不会再醒来。就让这对师徒困死在洞中。难道师傅就在这里？
师傅，你醒醒，我是唐莲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这喝的是什么酒啊？竟然会睡得这么沉。破堂。冠绝榜第3甲，雪月城百里东军。师傅，师傅，我名扬天下了。只是为师不明白，你为何要执着于“名扬天下”这4个字？年少时，我曾遇到一个姑娘，对其一见倾心。她对我说：“等你成为那名扬天下之人，我就知道你在哪儿了。我来找你。待我名扬天下，便是我们重逢之时。”这桃花，看来终究是没能避免这个结局啊！我望城山人，只求结发寿长生，不理人间纷扰事。但是这件事不行，望城山众弟子听令，弟子在。望城山誓报此仇，誓报此仇。破军为何突然振鸣？白日之中，为何突见星辰陨落？如何了？经此一夜，与雪月城结下了冤仇，又和从来不理世事的望城山结下了死仇，真的值吗？沐雨，沐雨从未对大家长的决判提出意见，但这一次，我想问，值吗？无论是雪月城，还是望城山，不久都将不存在了。古师啊，你有听到方才的声音吗？入魔之咒，我去看看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心中莫名的不安和难过。先赶路吧。撤。撤。皇兄，不知皇兄突然召我入宫，有何事吩咐？听说虫儿回来了。白王。啊，听说他刚刚回府，想必一会儿就会进宫请安。怎么，皇兄想他了？他一个人回来的？难道他不该一个人回来吗？陪姑出一趟宫吧。皇兄，去哪儿？白王府。儿臣恭迎父皇。
都起来吧。谢父皇。才几日不见，怎么瘦了这么多呀？回父皇，回来之后，不幸感染了风寒，最近正在家里休养。你身子骨不好，平日要多加注意啊。谢父皇关心。父皇，楚河的事，陛下，殿下真的已经尽力了。可当时六皇子态度坚决，宁愿接了奴才一剑，也不愿离开。我知道，重儿一定是尽力了，但是这世上的事嘛，很多都是人定不了的，还是听天由命吧。谢父皇体谅。楚河还好吗？回父皇，楚河很好。楚河说，一直很挂念父皇。这话是楚河说的吗？哎呀，你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孩子呀！好好养病，姑先回宫了啊。儿臣恭送父皇。你可真是个有趣的皇子。恭送皇叔。皇兄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去赤王府。父皇好。从小就练习射箭，到现在竟然还能射偏。你的眼睛不如换去给你二哥了。父皇有所不知，儿臣最近生了一场大病，这一病就1个月，我到现在2只手都没力气呢。拿来。病了1个月，还能拉开这2弹之弓吗？这不才射偏了吗？父皇，儿臣知错了。儿臣其实没有病，只是最近心烦。如何？懒得上朝。父皇好剑法！跪下！既然不想上朝，那就不用上朝了。从今日起，就在这屋里待着。明日，藏书楼龙图阁大学士会带12学士到你府上，把北离巢路修缮完成。北离巢路，那玩意儿不是修了几十年都没有修好？父皇叫儿臣来修，那儿臣岂不是要老死在府里了？父皇饶命啊！月离，咱们走。是。皇叔，替我求求情吧！皇叔，我错了，我这……替你求求情。小侄子，我前几天奉命传你上朝，你不理我，现在来求我，晚了点吧？啊？皇叔，我上朝，我上朝，皇叔。松手。皇兄，这小子太不争气了，
我都想替你收拾他一顿。岳离，你也上车吧，我有事同你说。皇兄，你是不是又有什么麻烦事要交代给我？不算麻烦事。其实姑还了解一些事情，是锦仙没有告诉我的。可能锦仙公公觉得不太重要吧？不，很重要。楚河身边还有一个红衣少年，叫雷无节。雷无节，哼哼，他的名字还是姑给起的。天下有道，世上无刀。普天盛世，再无桀骜者。他小的时候，姑还抱过他。是雷将军和李守护使的儿子，是个聪慧的孩子。没有想到啊，最终还是回了雷门。啊，你替姑跑一趟。当初派重儿去，也并没有抱太大的期许，只是想表明一下姑的态度。如今由你去办，姑才放心呐。臣弟明白。去吧。好。哎，还有啊，不管见到楚河，还是遇到雷家那个孩子，都替姑说一句。姑有愧。不跑了，不跑了，跑不动了。我堂堂天外天少宗主，竟被一人一剑追得大气都不敢喘，真是丢人。哎呀，别找了，只有他找我们的份儿，我们是找不到他的。哎，臭小子！终于有点自知之明了。前辈剑术无双，晚辈纵使是天降奇才，说起来也还是差着几年的修炼。哼，你现在已经无路可逃了。是啊，但我来了帮手。死书生，大魔头，还好还好。既然二位剑仙在此相聚，晚辈就不打扰了。先行告辞，还望后会有期。猕猴，走。哼，叶鼎之怎么生了个这么没用的儿子？怒剑仙前辈，你倒是有出息，有本事你追过来呀！哎，大魔头，别追他了，帮我个忙吧。帮什么忙？哦，这书里说呀，走火入魔之后啊，经脉逆流，血气暴涨，功力和以前相比啊，增长了数倍。但是却如饮鸩止渴，随时有暴毙的危险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走火入魔？大魔头，就是他走火入魔了。厉寒衣，苏长河在哪里？我要杀了他！死书生，原来你是要我帮你制住他，凭什么？哎，别急，我已经找到破解的方法了。先断其意识，止其真气，然后再找。哎，少废话，5个字，打晕了再说。啊！苏昌黎死了，你为什么活着？目标的实力和情报严重不符，又有剑心种的李肃王在旁，我判断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不再适合继续执行任务。知道了，你的任务暂时停止。至于昌黎的死，与你无关。谢大家长。下去吧。大家长，那几个小辈，沐英和昌黎已经拖了足够的时间。如今我们的布置也已经完成，几个小辈而已，影响不了什么。
你刚才对木英动了杀心。杀手任务失败，身死本是正常的。不过，常理是不同的。相比较杀手，他更像一个剑客。他不该是这样的下场。可是，身为苏常理的兄长，大家长方才却很平静。恭喜雷堡主！来，里面请。门主，客人们都已经到得差不多了，只有雪月城和唐门那边的人还未到。您看，这最有分量的客人，自然是值得花些时间去等的。是。唐门用毒第一人唐玄，怎么来的人竟会是他？不是，外门掌是师范唐璜。殷师伯，世人都说我算学天下第一。可我看殷师伯，您才是天下第一。怎么每次我才一动下山的念头，您就来拦我呢？你下不下山，何须我算？这望城山还真是个好地方，连动物都通灵性，知道我要下山了。师伯。我想下山去看一看，在山上待得有些无聊了。玉真，你师父以及望城山对你的一番苦心，你真的要辜负吗？看来是的。青霄剑我已经留下了，掌教之位还请师伯带人。等飞轩长大了之后，再传授于他吧。桃花。桃花，和我一起去找他，好不好？为了逝去的掌教师弟，我也不许你下山。师伯，你拦不住我。我本无心求道，怎爱天道强留？只求桃花林一片饮酒终老。殷师伯还有师傅，对不住了。师傅。师叔祖，你不要走！怎么，殷师叔都拦不住我，你们在这干什么？找打！飞轩，你的大龙象力也颇有所成，若想见其奥妙，须见众生。3个月之后，你再下山游历，3年之内不要回望城山。晚松，你与飞轩同去，你命中有2段誓言。一段于我，以缘尽于此；还有一段，在江湖山野之中。那位师傅的剑术，不逊色于不，我不要什么2份誓言，我只要师傅您1份就够了。傻孩子，我只是下山，又不是去赴死，哭成这样干什么？可是师叔祖，你说的这些话，分明是遗言嘛。我只是觉得，我这次下山，恐怕要很久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死的。我可是赵玉珍，那个差一步就成仙的人。什么天机，我才不怕。为师走了，给你们带个师娘回来。师傅，我等着与您再见的那一天。他是
先，天降劫数如何？弹指可破。